白日依山尽，达克古今行。今天我和您一起打卡美国第一条横穿东西的林肯公路。为了寻找这个标牌，利用春假，达克一家特意来到纽约最繁华的闹市时代广场打卡，开车加徒步找了半个多小时才寻到这里。如今西海岸的机会每年都吸引东海岸的一些朋友举家搬迁过去，经常看到他们驾车横跨美国的文字和图片。从纽约到旧金山，谷歌地图显示的距离是2905英里，开车需要44个小时。达克看到最快的记录基本是4天时间，每天至少10小时驾驶，平均700英里。现在东西两岸有很多高速路选择，不过100年前能让汽车快速顺利来往的公路只有一条，就是林肯公路。我们曾经打卡过宾州第一条硬石铺道的收费公路。1830年后，因为运河和铁路的发展，长途运输基本不再依靠马车，人们也就缺乏投资修路的动力。美国大部分的道路都还是泥泞的土路。提出改善道路的第一批人是农场的农民和骑自行车的人。农村地区一直存在改善道路的需求。1880年前后，自行车开始在美国流行，骑车人和自行车厂家开始发声，希望改善道路。尤其是到过欧洲的美国人，看到欧洲一些国家维护非常好的道路，非常羡慕。全国逐渐形成了一场好路运动。上世纪初，汽车开上了马路。其实很多汽车厂都是在自行车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比如福特和通用汽车的人员技术都起源于自行车厂。1910年，美国汽车协会开始加入好路运动，运动的目的是希望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出资和组织道路建设，将农村地区和城市连接起来，增加发展机会。好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是位叫卡尔·费舍的商人。费舍出生在印第安纳州，很早就出来工作，在车站卖香烟和零食，锻炼出推销本领。后来和兄弟开了家不大的自行车店，同时热衷参加自行车比赛。1904年，兄弟两人购买了一项汽车前灯的专利，为美国很多汽车制造厂提供车灯。两人也开始发达起来。他们还开了家汽车经销店，被认为是美国第一家汽车经销店。费舍很有营销天赋，为了打开汽车销路，他将一辆卸了发动机和很多零部件的汽车用热气球吊起来，飞越了印第安纳波利斯，全城的人都翘首看到了这一奇观。1908年，福特著名的 T 型车开始量产，价格一路下降，从最初的850美元降到了1925年的260美元。仅1915年 T 型车就销售了100万辆，汽车开始走进了美国普通家庭。为展示汽车的用途和速度，1909年起，费舍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发起了汽车比赛，建起了赛车场。很不幸，第一次比赛就出现了因道路不平导致车毁人亡的事故。费舍决定将道路铺设平整，为此印第安纳州的5家砖厂加班加点，烧制出320万块砖，用于铺设赛道。最后一块是金砖，由当时的州长铺到赛道上，这条赛道也被戏称为砖场。接下来的比赛，选手驾驶当年的老爷车，开出了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。直到今天，印第安纳波利斯每年还举办赛车盛会。平整路面带来的汽车提速给费舍很大启发。1912年，在一次酒会上，他提出修建一条从纽约到旧金山横跨东西，从海岸到海岸以石头铺设的公路。他说：“咱们得快点，别等老了享受不了。”他的提议当场受到了许多汽车厂商和有识之士的广泛支持。30分钟演讲后，古德耶尔总裁当即就认捐了30万美元。另一位汽车制造商亨利·乔伊也积极认捐。
乔伊也由此加入了推动修路的运动。乔伊的父亲是铁路公司总裁，曾邀请后来的总统林肯一起共事。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，从普通公司职员做起，成为企业高管。1902年，乔伊在纽约看到一辆品牌为帕卡德的汽车，非常喜欢，不但买下一辆，还专程到位于俄亥俄的帕卡德公司总部拜访。当得知公司需要资金时，乔伊成功地引进了9位投资人，他本人也成为最大股东，并将公司总部迁到底特律。帕卡德公司经营从1899年到1958年，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汽车制造商之一，一直走高端路线，比如帕卡德最先安装了汽车空调，最先使用了12缸的发动机，所以拥有帕卡德是有声望的象征。直到今天，帕卡德也是老爷车收藏市场上的抢手货。乔伊从1909年起担任帕卡德公司总裁，喜欢做事的乔伊口头禅是做事吧，即使做错了也没关系。乔伊对费舍的提议非常感兴趣，不但认捐了15万美元，还提议为了提高知名度，公路以统一了美国南北的林肯总统名字命名。费舍对林肯公路的名字也非常赞成，乔伊后来还驾驶着帕卡德新车做实验，多次穿越了林肯公路。费舍本来计划是汽车厂家出钱修路，而且帕卡德等多家厂商都表示同意，然而唯独福特表示反对。福特认为，如果开了这个先例，以后修路的责任也许就都由汽车厂家负责了。而且公路怎么修，经过哪些地方都不好平衡，没有经过的地方人们就会不满意，结果反而适得其反。福特的考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便开始转向游说国会拨款修路。费舍再次施展了他的营销才干，他首先推动成立了林肯公路协会，乔伊被选为协会主席。协会动员有车的司机入会，并收取5美元的年会员费。当时的总统伍德逊成为协会的第一个会员，总统会员证的照片也被分发到各个媒体。其次，在自己的根据地印第安纳州修建了混凝土的示范公路，很多地区的居民第一次看到了如此平整的公路，甚至可以滑旱冰，非常高兴。最后，费舍亲自带领了一支由17辆车组成的宣传车队，从印第安纳州出发，向加州进发。他称这趟旅行为开拓者之旅。一路上，他们被泥泞的道路折腾得痛苦不堪，不过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人们的热烈欢迎，尤其是到了旧金山，市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。费舍这些举动都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修路热情。虽然联邦政府的拨款迟迟不能兑现，但各地陆续平整出长度不等的道路，也逐渐都连接起来。到1913年，公路长度达到了3389英里，跨越了14个州、128个县和700多个小镇。当然，这时的路只比以往的泥土路稍微好一点。首先，没有完整的地图，更不提 GPS。公路协会于是印制了手册，提示司机先把里程表归零，然后到哪个数字就左拐或者右转，再把里程表归零，继续往前开多少英里。即使如此，由于路上没有明显标记，走冤枉路是家常便饭的事。比如小册子导航告诉司机，到了某农场见到白色的杆子就右转，结果农场主新把杆子漆成了别的颜色，司机就很容易错过。其次，一路飞起的尘土让司机和乘客也很苦恼，司机经常戴着风镜，女士则包着头巾，精明的商家甚至开发出一种像风一样的长外套。最后，小册子建议司机们备胎要带上几个，还有轮胎的防滑链，并不是雪田需要，而是泥地里需要。公路的修建带来了两边经济的发达，人们活动空间的扩大，也摆脱了长途火车时刻和线路的限制。1920年代，汽车已经普及到家庭，仅福特 T 型车1924年时就有1000万辆行驶在美国的道路上，普通居民收入也得到提高，同时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，开车到远处旅行成为新的娱乐方式。
不过毕竟是工薪阶层，帐篷和罐头食品是解决食宿的主要办法，所以路边经常会看到支起帐篷的男女老少和成堆的罐头盒子。很多社区认识到过路的车辆带来的生意可以促进经济发展，于是自发开始改良道路、加固桥梁，开办旅店、加油站、饭店、修车店等等，以吸引更多的过路车辆。现在路边常见的汽车旅馆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。林肯公路的线路也在做不断小的调整，以缩短距离。1924年时，全程为3142英里，10年缩短了200多英里。公路协会不断的游说，让联邦政府动了心，尤其是军方。1919年，一战结束，300名士兵搭乘了80辆汽车横穿美国，以测试摩托化动员能力。车上坐了位年轻的军人，这趟颠簸了62天的行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奥森豪威尔。这趟远征让军方认识到需要将路面铺设沥青水泥，以保证平整。1921年，国会通过法律，联邦以匹配州政府修路预算的方式资助林肯公路的改造。协会于是接着开始做州和县的地方工作，最终花费了7500万元升级改造公路。林肯公路协会始料未及的是，联邦出手资助公路建设，也开启了林肯公路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。因为各州都有动力修路，各种公路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复杂的路牌和路名让司机犹如开进了迷宫。1926年，美国正式实行了用数字给公路编号的系统，林肯公路大部分改名为30号公路。1927年，林肯公路协会也正式停止运作。到1938年，几乎全程的林肯公路都铺设了水泥路面。此时正值林肯公路协会成立25周年纪念，电台采访了菲舍，菲舍很欣慰林肯公路的建成，更高兴美国公路网正在开始建设。菲舍在推动打通东西的林肯公路后，又推动打通南北的迪克西公路，从密歇根州到佛罗里达州。在佛罗里达，菲舍发现了迈阿密海滩的价值，成为迈阿密的开拓者，开始投资房地产，后来也在纽约长岛投资，身价本来已经上亿，可是因为迈阿密飓风摧毁了大量地产，再加上股市暴跌，让菲舍最后几乎身无分文，还有酗酒的习惯，去世前都生活在迈阿密一座简易的房屋中。在邮轮过客之都的视频中，也有多位投资者因为佛罗里达地产破产的故事。1954年，当年走过林肯公路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联邦公路援助法案，更高等级的洲际公路开始在各州修建，这项计划耗时30年。林肯公路的主要功能彻底被从新泽西到加州的80号洲际公路取代。早期的林肯公路很多路段已经被废弃，有的则是地方公路的一部分。作为美国公路史上的重要标志，林肯公路被众多的摄影家作为题材。1992年，新的林肯公路协会成立，目的是搜集和整理林肯公路的材料，还组织老爷车爱好者重走林肯公路等活动。林肯公路的往事就讲完了。现在开车走在美国公路上，您可以遇见4个系统。第一是洲际高速公路，蓝色牌子白字，也是跨州主要选择。第二是美国的国道，也就是1926年实行数字编号产生的公路，虽然称为国道，但是在路况和运力上远不如洲际高速公路。
第3是各州州内的高速路。第4是县和郡所修的公路。一般说，路编号为奇数是南北走向，数字越小越靠近西部，数字越大越靠近东部。偶数公路编号是东西走向，数字越大越靠近北部，数字越小越靠近南部。据统计，美国人开车一年平均总里程是14263英里，每月超过1200英里。视频的说明中，达克留下了网络链接，您有兴趣可以查看各州的数据。您每月开车多少英里？不妨在视频下留言，大家一起分享。在林肯公路还在修建时，纽约的一位女士想尝试是否能舒适地开车从纽约到旧金山，沿途要有好的旅馆，要有好的餐馆。经历了20多天，这位女士完成了横穿美国的旅行，并出版了《开车到金门》一书。达克正在阅读，希望下期能和您分享书中所记的所见所闻。